情绪也会代代相传，家庭影响大揭秘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，当你对孩子吼叫的时候，惊觉天啊，我怎么讲出来跟我妈一模一样的话？当你面对冲突选择冷处理、逃避、装没事，心里却突然闪过，这不就是我爸处理问题的方式？我们总以为自己长大后可以重新做人，做个不一样的大人，但情绪的 DNA 早就在你心中偷偷复制。有些人没发现自己在复制情绪，有些人早就知道却摆脱不了。这不是咒语，也不是宿命，而是一种家庭习得的情绪语言。案例一，妈妈的焦虑，女儿的负担。怡君是个完美主义者，事情不到100分就不敢交出去。他的朋友都说他太拼命，他的伴侣说他很难放松，他自己也觉得累，却无法停下来。直到有一次与心理咨商师谈话时，他回忆起小时候的画面，妈妈总是为他的功课紧张，一边熬夜帮他补习，一边碎念，你一定要更好，这样以后才有出息。妈妈的焦虑成为怡君的内建程式，她努力不是为了成就，而是为了让那个焦虑的妈妈终于放心。她不是在气现在的自己做不够好，她是在延续过去的不可以松懈。案例二，爸爸沉默，我也学会了不说话。志伟很少发脾气，但也几乎不说自己的感受。每次女友问你到底在想什么，他都说没什么，但实际上他心里有很多话，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直到有天女友提分手，他才惊觉自己把沉默当成爱的方式。这不是他选的，而是他从小被教的。因为爸爸从来不表达情绪，家里吵架，他永远是安静的那个，甚至是直接离场的那个。于是志伟学会了情绪不说才不会出事。这不是他选的，而是他从小被训练的安全策略。情绪会遗传吗？其实是学习的复制品。我们总以为情绪是个人的事，但事实情绪有家庭气候。就像天气一样，一个常年下雨的家养不出怕热的孩子。家庭情绪风格的常见类型：一、压抑型家庭，不要哭，不准闹，有事自己吞。孩子长大后往往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情绪，觉得情绪是不成熟、软弱，会惹麻烦的。二、爆炸型家庭，吼完就没事，情绪像烟火，来得快也去得快。孩子长大后容易冲动，难控制愤怒，对情绪很敏感。三、逃避型家庭，大家都装没事，出事时各自闪躲。孩子学会了只要不讲，问题就会自己消失。对冲突极度不安，宁愿假装和平。四、操控型家庭，用情绪控制彼此，谁哭谁赢。孩子容易产生情绪勒索、自责、过度讨好。这些不是天生的，是在无数日常互动中学来的。情绪语言是家庭代代相传的隐形教材。你以为你长大了，其实只是情绪换了场景。有些人说，我不会像我爸妈那样，但现实是，你可能没说出一样的话，却用了一样的模式。你不责备孩子功课，却用沉默让他知道你失望。你不大声吼人，但冷淡疏离让人如坐针毡。你不逼人照你的意思走，但你会用我不舒服，你不懂我来让对方让步。
这些情绪方式的根，往往都来自你小时候的生存策略。你不是坏人，你只是还没发现，你已经把父母的方式内建成了正常。为什么家庭情绪模式这么难逃脱？因为它在我们心中建立了一种安全感的公式。举例来说，如果你在家里表达过情绪就被骂、被羞辱，那么你长大后自然学会了压下去比说出来安全。如果你小时候只有在大哭大闹时，爸妈才注意你，你会以为用情绪才会被看见。如果你家里一有争执就翻脸不认人，你会觉得有情绪等于有危险，最好全躲起来。我们的情绪反应不只是个性，而是过去情境中最有效的生存方法。看见不是为了责怪，是为了不再延续。当我们谈情绪的代代相传，不是要你去责怪父母，更不是让你陷入都是我家不好的情绪漩涡，而是为了让你知道你可以做选择。你可以选择不再用恐惧控制孩子，不再因配偶一句话就陷入自责，不再觉得情绪是软弱的象征。情绪不是洪水猛兽，它只是一直在告诉你，你还有东西没看清，看懂它的来历，你才有办法停止复制它的未来。结语，当你愿意觉察，你就已经开始改写。你不能选择出生，但你可以决定前往哪里。你不能抹去过去的情绪记忆，但你可以在下一次情绪来袭时，慢下来问一句，这真的是我现在的感觉，还是我学来的反应？那一刻，你就开始拥有自己的情绪主权，而你也正在为下一代铺出一条新的情绪路径。